其实你说了那么多，你太太最后说希望有什么改变呢？她就说了一个要求，能不能1年让我带孩子回去一趟，能不能多打几个电话，你都没做到，所以你的一切都是借口，是你在已经得到这个你认为稳固的小家庭之后，不愿意再付出的借口。你把人家那么老远弄到你的家乡去，难道作为一个丈夫就不应该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自己的老婆去好好的带自己的2个孩子吗？你不觉得自己是失责的吗？赚钱养家，没错，你是在努力，但是家只需要钱吗？在这场婚姻当中，你的这个角色扮演得特别的差。作为丈夫，没有负起对妻子应有的责任；作为儿子，你也没有做好一个儿子的责任，去让父母和自己的妻子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很明显嘛，公婆和儿媳妇的关系并不好啊，连孩子都不能协商着一起带。我们都知道，这老一代和新一代带孩子是有很多观念上的不一样，但那么多家庭都可以做到老人帮着，你们家为什么就做不到？谁失职了？作为儿子的你失职了。作为父亲，你给这2个孩子又带来了什么？甚至让他们去看看自己的外公外婆，你都不愿意付出努力。你不能带着妻子带着孩子去趟妻子的老家，让他见见家人吗？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啊？他太累了，他在你这个家里得不到任何情感的出口，所以他想到了爸妈。其实你应该很清楚，即便回到广西老家，外公外婆不一定能帮得了太多。他为什么想回去？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会得到疼爱和呵护。你给他的太少了，你匆匆忙忙结了婚，匆匆忙忙生了2个孩子，却没有扎扎实实的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你必须去成长。我给你的建议是，你现在更多的要回归家庭，去关爱孩子的成长，给他一些温暖和关爱。女士，我其实是蛮同情你的，很年轻就生2个孩子，也没有太多可以你认为能够帮你的人，但是我也并不想怎么去安慰你，因为我真的希望女人能够从内心独立起来。你去怨天尤人说这个男人不好，我的公婆他们不会照顾小孩，有用吗？那是你自己选的呀，对不对？你说我恨他，我讨厌他，他们全家都把我当成一个免费的保姆，把我当成生育工具。谁让你生的？你是自愿的，因为你爱孩子，想做母亲，想做一个好母亲，对不对？所以其实做母亲这件事情上，你是幸福的，是快乐的，是愿意的。你常常告诉自己的是，我是孩子的母亲，我养育了他们，我是幸福的，而不是我是给他们家生孩子，我为你们怎样怎样。这个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是个挺不容易的妈妈，很年轻，但是你要学会放松，学会面对。每个母亲都是这样过来的，孩子也都是这样在摸爬滚打当中长大的。你去换个观念，放松自己去面对，你发现我的生活挺好的，我有本事生了2个孩子，我还能做生意帮家里看店，我的老公也在赚钱，我们一家人没有外心，还有老人能够帮衬一些，挺幸福的呀。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我相信这就是最好的。谢谢。我想问一下女孩，你当初为什么嫁他呀？当时我就别人介绍的嘛，然后就说他老实啊，就感觉就找个老实的可靠一点嘛。你爱他吗？以前爱，现在的话，我感觉我经历了这么多嘛，就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被他伤透了心嘛。现在看他还有任何可爱的地方吗？没有。真没有啊？没有。想几个他的优点来听听看。他有没有往外面跑啊？就天天在外面忙的。有没有变心啊？没有。有没有把钱交回来给你？没有。那你们家的钱哪来的？就说我宝宝，比如说要买东西嘛，就找他，他就买回来嘛。他对爸妈好不好？
对我爸妈就说，基本上就没打过电话呀，就说逢年过。3年来从来不打是吗？结婚前的时候就有，就说结婚之后就没有了，都是我打。一通都没有？没有，都是我打。一通都没有是吧？这3年一通都没有打给你的岳父岳母。对。过不过分？有点过分了。太忙了，对吧？有多忙呢？你不能趁着客户在换衣服、在打灯的时候，稍微打个电话给岳父岳母吗？你就不能一边修片，一边拿手机放在旁边，打开那个扩音器说：“老婆，现在还好吗？累不累啊？今天有没有特别辛苦啊？”你说你喜欢他，我听到了2个理由，是一个，他会照顾孩子。再来，她不化妆，全都是功能性的，意思是这个女人省钱又好用，这哪叫喜欢呢？你请个保姆，你都还跟人家说谢谢呢，你有跟老婆说谢谢吗？忘了，忙嘛。我就告诉你，婚姻是你最重要的工作。如果你把老婆搞定了，爸妈跟婆媳的关系搞定了，你就可以专心拼工作。应该说，一个男人完整的工作蓝图是包括外面的工作，还有包括家里的稳定。你只做了一半，难怪你另外一半翻天覆地，快要砸锅了。你不能指望是外面忙，不忙家里的。你懂我在说什么，对不对？至于这位妈妈，你刚说小宝是才8个月是吗？好，那我会认为你可能还有一些产后的一些荷尔蒙变化的影响，因为至少孩子还能够满周岁，对吧？在怀孕或生产之后，确实会有一些体内荷尔蒙的变化，让你心情特别容易沮丧，特别容易放大一些负面的情感。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事情没有你想那么糟。你这个老公是该骂，不够关心你，也没有担任你跟他爸妈的桥梁，也疏忽了照顾你的父母亲，这些都是他的不对。但是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的责任是，如果你真的选择嫁给这个男人，你除了做母亲，还得做老婆，还得做人家的媳妇儿。并不是发生了不愉快就可以回家找爸妈哭，那终究该是你俩的事儿。当你们结婚了，这个小家庭就是你的王国跟世界，你就是要把它料理好，好好的跟他沟通，告诉他我需要什么，也好好的跟公婆说，多讲点好听话，让公婆可以帮你忙的时候也被你感谢，而不是每一次他们想帮忙就被你呢拒绝，说啊这个不对那个不行，你们不会照顾。你被打3次就不想照顾了呀，就不敢照顾了，就退得更远了。所有的感情联系都是互相的，当你关上门，别人也没办法来敲门了。所以一直说你们都不关心我，不如由你主动再多做一点点口头上或行动上的关心，好不好？好。你说你当初嫁给这个男生是因为他老实是吗？那你觉得像现在还老实吗？还好吧。还好。当初嫁给他的时候，家人是反对的，对吧？对，反对。所以你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千里之外嫁到湖南的，对吧？对。人呢要面对现实。如果人要是不面对现实，会活活被自己逼死。你的现实就在于，你嫁了一个在处理你与他父母之间关系上很无能的一个男人，这就是现实状况，你得面对。那么面对现实，其实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放下情绪，就像你今天这样，你一直站在这儿，哭天抹泪有用吗？你始终执着在那个情绪当中，就很容易让你看不清楚现状。我完全不相信一个女人光靠一个人又要照顾店面，还能带上2个孩子，一个在哺乳，一个才2岁多，刚刚满地跑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你干得了这3件事。所以他的父母不是没有帮忙，对不对？只是帮得不太好。
或者说在你一再的拒绝之下，他才逐渐的、慢慢的少帮了，对不对？是。好。你最气愤的那一点，并不是他不回家照顾孩子，也不是他的父母不帮你，你最生气的一点是，当初我远嫁千里，不顾家人的反对，甚至跟家人之间把关系给闹掰了，我嫁到这里来，而我的丈夫居然还不在从中疏通，每年连个电话都不打，甚至不让我回家。你最生气的情绪在于这一点，而这个情绪所造成的是他，不是他的父母。你被这种情绪所蒙蔽了之后，你把气儿全部都撒到他的父母身上。其实你应该撒气的是这个家伙，而不是他的父母。父母是想配合你带的，但是你因为这种情绪所致，你把气儿撒在父母身上，再加上父母确实不太会带孩子，所以你一昧的把父母拒绝于千里之外，所以导致了你跟他父母之间关系不好。你每天笼罩在这种情绪当中，本来有2个想要靠近你的朋友，你也拒绝，所以四面楚歌是你自己造成的。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应该善于找方式，这是面对现实的第2种方法。找什么方法？就是第一，你承认他确实没有这样周转的关系，不能从中协调你和他父母的关系，那你就去做。更何况你每天都待在家里，他在外面。如果你把他父母的心给团过来，你教父母怎么去带孩子，大家一起共同想办法。至少在那个家庭生活当中，我相信他父母不会让你为难。但是你要善于去拉拢这种关系，你没有这样去做，你因为这一个家伙，你得罪了全家人，你划算吗？你不划算。第3就是做决定。如果你真的觉得像你自己嘴中所说，这个家伙一无是处，那你就离婚了。所以你光执着在那种情绪当中有什么用？当有人伸出援手的时候，当他父母愿意帮助你的时候，你不应该拒绝，你不应该因为他而恼怒到他的父母身上去。你要做一个聪明的女人。你好像哭了是吧？哎，你哭啥呀？哎，哭了就是有救哈。哎，你哭啥？你能告诉我吗，小伙子？有，越哭越伤心了。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认为这小伙子本身也不是多么十恶不赦的人，他缺乏这样的能力去周旋你和他父母的关系。他这种缺乏能力，就是当初你所说的看中了他老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不是你不承担责任的借口。如果你认可我确实是一个在婆媳关系当中不是太能够周旋的一个男人，我就面对现实，我这方面我不擅长，那我怎么办？我就听我老婆的，我们2个人共同的去协商如何把家庭拧成一股绳，把它供得更和谐。还有就是，就像主持人所问的，没有什么人忙到没有时间给父母打电话。你的确有那种把他娶回家，生了2个孩子之后，就完全不在乎他的感受，把他的父母扔到一边的这种想法。但是当一个女人远嫁千里之外来到这儿，你就是她的一切，但你却并没有承担好这种丈夫的责任。其实2个人都不要不开心，想一想，家里有一个店，老2口愿意带孩子，生了1儿1女，再加上这家伙还算是老实巴交，这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的家庭。所以你应该和他的父母好好的团结起来，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因为所谓的忙而推脱借口。你说呢？好不好？行了，别哭了，祝你们